我感谢所有催婚的人，我甚至都说，铺开广撒网，你们帮我去找。其实今天是一个被动和主动的一个态度问题，没有太多的可以去辩解。所以你说活到那个岁数了，你就知道催婚是爱了啊？所以现大概是这个意思吧？现场所有喜欢柳岩的男生，请按红灯。好，你们两位团长有什么？柳岩刚才刚好讲了一件事情，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柳岩是主动请大家催她结婚，这个就是主动与被动的差别。你知道我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最感激的事情是，他们从来没有催过我结婚。他们在世的时候，如果催过我结婚，你今天看不到一个自由自在的蔡康永坐在这里。我如果遭遇到催婚了，那不是他们爱不爱我的问题，是他们是我的父母亲，我怎么能够抗拒这么庞大的压力？我自从录制《奇葩说》以来，我最反感的一件事情，就是用孝顺来绑架我们的辩题。你从来没有听过一次我用孝不孝顺的立场来证明我的论点，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容易被这件事情绑架，就无法再进行任何多元观点的讨论。这个事情是从今天开始，双方辩友都应该要修正的，不要再轻易的动用这个题目。回过头来讲，我为什么今天敢选这一边，是因为像马薇薇所说的，就是爱太巨大的时候，它干扰了我们自己人生的节奏。婚姻真的是美好的吗？对柳岩来讲也许是，对我来讲可能不是。我们爸爸妈妈对小孩来讲最珍贵的是什么？是给他一个理想的环境，让他变成他自己，而不是变成我们要他变成的人。所以90后的人起码要拥有这点自由，他在心里面可以想说，我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我再也不要受到7大姨8大爷跟我问我说你为什么还不结婚，因为我们也不会倒过来干扰他们说那你们为什么还不离婚，就大家各过各的，容忍别人自己的选择，是我们目前这个社会最需要的一个态度。所以今天我方的立场如果被认同，我们只想提醒大家，就是你可以管很多事，你可以管他要不要穿秋裤，我觉得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秋裤穿上脱下就好了。一旦结婚要离婚，对那个人是多大的干扰跟伤害。所以我们只求这一点点，保留自我的空间，让儿女们自己做抉择，不要再让爸爸妈妈赋予他们无上的权利，说因为你们生了我们，所以你们可以对我们做任何要求，我们都要跪在地上听你们的。这是我最希望大家得到的态度。因为我完全没有经历过父母逼婚，我也没有姐姐哥哥，我只有一个妹妹，跟我只差1岁，我也没有逼过她，她也没有逼过我，所以我对这个题目的所有的理解，是你爱的人催你结婚，我才坚定地选择了这是爱，因为我觉得你的爱人，你们一起谈恋爱谈了这么久，不管谈了这么久还是一见钟情，至少大家都表达了说我爱你，你爱我，那他现在开始催你结婚。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要说他是变态，那这个简直天理不容。这世上就咱俩人，咱俩遇见了，对吗？那最后我们2个说了这么多，咱且不说做了什么，那最后人家催你结婚，我觉得人家的表态是说，我在这人世间其实还有很多选择，人世间还有很多事情要干，我都放弃掉，我愿意催你结婚。我觉得这不是爱，这是什么？所以我当时坚定不移的选择，催婚是爱。我没有想到大家都在变，催婚是父母在催婚。我想的是你爱的人催你结婚，这绝不是变态，这就是我的态度。谢谢各位。你觉得催婚到底是爱还是变态呢？完了，出事儿，出大事儿，我妈变态了。2个血淋淋的例子。然后呢，他呢实际上这边讲的是催你试试，哎，对，换位思考，考，你不能把结婚这个事情呢当成一个成就，更快、更多、更强。现场的2位，我们的观众，你们可以用红蓝键来做出自己的回答。红键是正方，是爱；蓝键是反方，是变态。好，你们投你们的票，我们来请2位团长发表自己的意见。小松兄，我听康永哥选哪边，我选对面。
哦，你每次这样讲，后来都把我逼到你的对面去。你先选吧。啊，康永哥先来，真的吗？康永哥先来，对。我要选反方，我觉得是变态。催婚都是变态。妈，那我就正方。正方是爱，变了，变了。哎，变了。就是因为我选了是爱，是爱的人就越来越少。刘岩，你被催过婚吗？哦，我正想说呢，如果是就是被家人或者是好友、闺蜜来催婚，我觉得通通都算爱。但是只有一种人催婚的是变态，那就是恋人，被我催，就是恋人。是恋人，你拍我干嘛？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娱乐新闻很热闹，就是男方也好，女方也好，哎，你看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你看就是你要跟我结婚，你要跟我结婚，这种已经跟爱背离的越来越远。来，柳岩，我借您那只玉手使一下，看柳岩手上有一颗巨大的痣，这个不叫痣，这叫手工纱，明白吗？高晓松老师，嗯这是小时候，应该是在我5、6岁的时候，我外婆在炒菜的时候用油爆的。手工烫伤。好，所以你的态度是，催婚是变态。我觉得不是，因为按照人数的比例来讲的话，催婚是爱。因为就比如说妈妈催你的，柳小姐，在我们这个现场是没有模棱两可的聪明事儿可做的，你只能选择爱还是变态。爱。催婚是爱。刚才他说了半天，最后他选的是爱。他刚才说了半天变态，然后最后我觉得他好有逻辑啊。不是，因为我说了，只有一类人是变态嘛。我跟你讲，但其他类的人都是出于爱嘛。你就是被你外婆烫的青，没有别的。好吧，选择正方的只有45个人支持，谁先开始？我先来吧，那就。金总，加油！催婚是爱，就像刚才柳岩小姐说的，什么样的人会来催你的婚啊？爱你的人，他们希望你有一个好的归宿，希望你得到保护，希望有一个人来照顾你。我这儿给你们讲一个例子啊，唱那个写《北京一夜》One Night in 北京，陈升有一个徒弟很有名，叫刘若英。但是刘若英都结婚那么久了，还有人把这事儿抖出来啊？但是因为刘若英结婚了，所以康永哥您听我说OK，2005年的时候，刘若英和陈升一起去上了侯佩岑一个节目，当时侯佩岑就问陈升一句话：“升哥，你喜欢刘若英吗？”陈升说：“我当然喜欢啊，我不喜欢她，为什么我要为她做这么多事儿？你当我是白痴啊？”刘若英当时哭了，然后陈升又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她生命中就应该有一个人，随便哪个人，他可以啰里吧嗦，可以很讨厌，甚至他就是个司机老王也可以。他应该来保护这个女孩子，他应该给这个女孩子幸福。但是刘若英，你现在你为什么不去找你的司机老王呢？为什么陈升说这个话？陈升之前已经说了，他喜欢刘若英，这是爱，对不对？但是陈升已经结婚了，他不可能给刘若英他想要的那种东西。所以对陈升来说，他要让刘若英找到一个能够给他幸福的人，这就是催婚，好吗？但是你不能因为别人来催你的婚，你就认为这个爱你的人是个变态，好吗？你不能认为爱你的人是有病的，好吗？好，我们从45票，45票变60票，61票，16票，来，反方，我先说吧，大家不要弄混淆一件事情啊，催婚是爱吗？催婚是爱，爱到一个极致，那就叫变态。我当初拿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导演组的这些90后的导演们，到底是被爸妈逼成一个什么样子来为难我们，给我们这样的选题呀？为什么会这样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她叫燕妮。燕妮的妈妈呢，除了跳广场舞以外的兴趣爱好就是逢人就问说，哎，那个你儿子有女朋友了吗？你儿子结婚了吗？没事跟我们女儿去家里坐坐啊。从开始的1个月1次的相亲，发展到2个礼拜1次，到1个礼拜3次，1年多的时候呢，燕妮差不多就将近见了有100多位男生。Everybody 们，1年只不过365天呐，100个男生，平均我3天半要见一个，3天半选择另外一半，行不行？不行，来下一个，行不行？不行，来下一个。我选车要不要选自由光，我都3天半解决不了，选择另外一半，开什么玩笑？
好，父母也是这样，朋友也是这样，给我们一些空间，谢谢大家。谢谢。来吧，我想问一下，啊，亲爱的柳岩小姐，你相过亲吗？哦，相过好，真的吗？相过几次。好，一次一次说。老实讲啊，嗯真正女人有危机感，需要被逼到去相亲的年龄段，应该是在30岁前后，就是那个时候。那就是大概15年前嘛，哦，不是，就是5年以后。其实我对年龄啊，并不是很介意啊我1980年生人，刚刚过完34岁生日。啊，真的吗？对，所以完全看不出来。对。那你刚才说我45，所以我说完全看不出来呀。我相亲的成功率呢，首先还自豪的讲一下，都是100%，就是对方对我的满意度都是 OK 吗？对啊，对对。然后我对对方的满意度呢，0。然后第一次是谁呀？就是男的还是女的？怎么会是？现在有相亲相女的吗？高老师？我就相女的呀。怎么这么乱呀？怎么这么乱呢？整个故事这么困难啊！好，来吧，范甜甜。3圈右3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 1980年生辰，今年刚刚过了34岁，至今未婚。你们俩同岁。就在这里的我要代表我们对过所有的持这个反方论点，向电视机前的他们的妈妈们道个歉，不好意思。你替他们道歉。对，因为其实这个选题我拿到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特别好说，变态多好说，就往死里说，往恶里说，都是变态嘛。这个年代也分不清什么是变态。但重点是，你的爸爸妈妈如果在电视机前看到，你就因为结婚这档子事儿就说他是变态，他的心有多伤心，我说不出口，我真说不出口。亲爱的爹妈，亲爱的爸爸妈妈，是爱。好不好？好。第二，我们从爱嘛，要把爱分很多种，小爱和大爱。我们先从小爱开始说。我的爸爸，我很幸运，我的爸爸从来没有逼过我结婚，我是他的掌中宝。他认为哪怕我这辈子不结婚，他也无所谓，养得起你宝贝儿，我最爱的人就是你。还没这么煽情。可是有一天，我爸爸突然看着我的时候，当我越过30岁，开始31、32、33、34，还一点动静也没有的时候，爸爸有一天摸着我的脑袋说：“宝贝。”他说不结婚倒也没什么，爸爸就担心有一点，有一天爸爸走了以后，爸爸死了以后，谁来照顾你，谁来爱你呢？爸爸就讲到这个时候特别的落寞，那个眼泪就要掉下来的时候，我的心打动了。我第一次觉得说，也许我去结婚是一件好事，可以有人可以照顾我，可以让我的爸爸妈妈少担心一点。那么说到大爱呢，我想说的一点就是，我的爸爸是有高瞻远瞩性的，为什么呢？为了人类的繁衍。为了祖国的兴盛，生产力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开国初期的时候都知道，光荣妈妈，那得生孩子，得生。所以我觉得从小爱和大爱上来，他都讲透了。啊，到这里的话，你们都没有被煽动，说明你们不是80年代的人，都是90后的人，不是很感动。那我就说2个好听点的词。我们先区分一下什么叫变态，什么叫爱。很简单一下，你妈喂你吃饭那叫爱，你妈喂你吃屎那才叫变态。还有一件事听清楚了，你妈逼你跟一个人结婚那叫爱，你妈逼你跟狗结婚那才叫变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总结陈词的时候再见。我们可以结束了吧？我们可以结束了。这第一场不用再变了，我们从45票变成76票。对方还俩没说话呢，来，该你了。OK， 今天对方一直跟我们说一个东西是，我超爱你，我希望有一个人能跟你长相厮守，因为我爱你，这是一个对你很好的事情，所以说我是对你爱。好，我也很爱我的爸爸，所以说我们来设想这样一个情境啊。我爸可以催我结婚，我可不可以催我老爸升职？哎，可不可以？指的是哪个升职？升迁啊，升迁，升官，升迁啊，升迁，我要给你添弟弟妹妹。我觉得你简直，我替你给你爸爸道个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我可不可以
催我老爸升官发财，我们通常看到的场景一般是什么？我们看到的场景一般是老爸语重心长的跟你说：“哎呀，小娃，你这个年纪也不小了，对不对？你这个后面机会也不太多了。我知道你面皮薄，赶快把女朋友带到家里来。有些事情呢，我们长辈好给他说，这是老爸会说的话，对不对？那我可不可以跟我爸说，老爸，你升官发财真的是对我们全家都超有用的一件事情。你看你年龄也不小了，以后真的没有什么升迁的机会了，你还赶不赶快抓紧？你就打算一辈子干这个职位吗？”其实这个时候我真的很爱我爸，但是为了这个爱，有时候做出的事情也挺变态。完了吗？问题在什么？问题在于大家觉得我做的不本分。那其实换句话说，最后一句，今天这个时代，我和谁结婚，什么时候步入婚姻殿堂，好像也超脱了父母他们应该支配的本分。哎呀，包江浩，你好唐僧啊！我真的是那什么。好，你终于成功的又送给对方好几票。什么情况？艾丽，艾丽，你注意啊，你们已经82票领先了，这对你来说其实难度更大。明白。因为你说完之后，就自然状况就82票。你说完之后变81票，你活都活不下去，死到这儿，我的对，死的心都有。首先谢谢包江浩啊，我完全没有听懂啊。但我想说，各位啊，我叫艾丽，草字头一个叉，这个爱。但是有些时候呢，大家会把我们一般说汉字哈，都是弓长张立早张。OK， 你把你的爱重新说一遍。草字头下面一个八叉，草叉爱是吧？光你这名字你就掉10票。对。艾丽，你加油！没问题，我相信大家听完我解释之后呢，可能就会回来。我虽然是这个爱，没有30票，但我想说呢，很多人的话会把我的名字啊改换为爱的力量。我想问一下各位，大家知道繁体的爱这个字怎么写吗？不知道。爱里面有一颗心，一个名字怎么能掉30票啊？我就不敢相信。所以我在想，其实观众投票有时候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凭心情平喜好。为了正方着想，我建议你坐下吧。让我这样说没关系，今天大不了死这儿了啊。但是我认为啊，所谓的爱呢，爱里面有一颗心。还在讲名字吗？就是关心。我想说，催婚的本身。真的在跳。我就不信你们能把它按到0票。OK， 好，谢谢。好了，我可以说话了，我可以说结论吧。对面的对手报完一个名字，我们让我说一句话。我们有梗，我真要给各位跪下了。我中文不是我的母语，大家发现了？对，我学这个语言很难的，各位可怜我啊！但我想说，我真的特别喜欢中文，为什么呢？因为中文的爱当中有一颗心，而这个心让我说，这个心是关心，而我们为什么会催对方呢？是因为我们关心对方。我们可以类比一个场景，我相信今天所有的朋友都遇到过场景，就是我想问一下大家，你妈逼你穿过球裤吗？对吧？秋裤啊，秋裤啊，秋裤啊！我跟你讲，那不赖你，全是你妈。对，各位啊，中文真的不是母语吗？真不是母语，对。我想说呀，各位的母亲肯定有过逼迫大家穿球裤的时候，我妈妈也是秋裤还是白袖裤，秋裤哎都有。那为什么妈妈会逼你穿球裤呢？很简单，因为你要打篮球，对不对？秋裤是因为天冷的时候，
这是一份关爱。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被母亲逼过要多穿衣服，这是一份关爱，这就跟催婚一样。但这个时候你妈打电话说，儿子呀，天冷了，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个秋裤或者球裤穿上。这时候你说妈，你是个变态，挂了。你说你忍得下去这个心吗？对吗？所以我们应该将心比心，父母催婚也罢，我们可以让他们先等一等，但不能说对方是变态。好，我们应该去，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啊，假设站在父亲的角度，假设的话，我假设我是金宇轩他爹吧，儿子。OK， 有，好，我是，好，对，来，我现在作为一个父亲，我对我的儿子付出了这么多，我给你让你穿一下秋裤，对呀，给了那么多钱，给了那么多货物，最后这个时候，我现在唯一想要的是个孙子，你什么都不给我啊，你什么都不给我，我做了这么多，你100块也不给我，你也不让我抱个孙子，你说这也太过分了。我无言以对。就算你不给我也罢，行，没问题。你现在又说我变态，我给你什么仇什么怨啊？我跟你们什么仇什么怨？什么仇什么怨啊？什么仇什么怨？为什么要说我变态？我不是死啊！我跟你这么拖，跟你这么拖，哇！谢谢各位。有问题。为什么艾丽的儿子姓金不姓草叉？因为他不姓草叉呀！太难听了。我告诉你，康永，在大陆姓金的人相当一部分原来姓爱新觉罗，后来才姓了金。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爱新觉罗草叉宇轩。艾丽，你一坐下来就回来50票哎。对，所以我跟你讲，其实我们全场观众对你说什么根本无所谓。好吧，谢谢。好，薇薇，我牺牲太大，太刺激了，终于说回来，好，加油。练全了。谢谢各位，我现在就论证你和秋裤的区别。好，今天天气冷，我妈劝我穿秋裤，我就是不想穿。讨厌啦！我们也是满族人，我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好，妈妈叫你穿秋裤，你不想穿。我妈让我穿秋裤，我超不想穿。可是我知道我妈这是爱我，我勉强穿一穿又怎样？可是今天我不想结婚，我妈逼我嫁艾丽。艾丽，你不是一条秋裤，你明白吗？我今天嫁给你，我明天把你当秋裤一样叠柜子里，你愿意吗？对不起，我妈需要我穿的时候，我说哎，秋裤你来。然后等我觉得我妈不太关心这件事，或我对新款秋裤比较满意，或者说夏天到要换季，艾丽拜拜。这里面被伤害的是谁？是不愿意嫁给艾丽的我，但为了满足我妈的爱，这个时候我不得已，我的爱被伤害，这是第一。第二，一个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瞎了眼爱上我的艾丽，被当成一条秋裤就热销到江浙沪包邮到我家来，知道吗？艾丽，这边有2个人被这种爱杀死，一个是死在妈妈的爱里的秋裤你。一个是死在妈妈的爱里的秋裤，穿秋裤的我。我没穿秋裤，我没穿，自带毛裤啊，自带毛裤。你们知道吗？当爱造成一种巨大的伤害的时候，你不能不说它是变态。第二个点，催婚中除了我们的爸爸妈妈，其实有没有发现最大的压力来自于7大姑8大姨？为什么？因为你妈超爱你的时候，其实是不会给你施压的。就像甜甜她讲的，她爸爸妈妈没有给她施压，对不对？可是那种真正会给你无形压力的时候，是过年的时候那种7大姑8大姨，是那些叫你们剩男剩女的人，是那些叫你们单身狗的人。怎样？我找到伴侣，我人都不是了，我不配做人是吧？我没有领结婚证，所以我就没有领做人证。歧视啊！那他们这种人背后的心理变态是什么？他们自己没有自己的生活，所以特别渴望看别人的生活取乐。你想看生殖，你想看繁衍，去看《动物世界》。在
刚才讲的，我只说一句话，对，人。吃饭和吃屎是爱和变态的差别，但你不能说时间到了30岁了，虽然你暂时没饭吃，吃口屎顶一下，这很变态。感谢各位。哇！成功扳回啊！那年年，什么意见？刚刚是一段有理收库的故事。对啊，没有，大家一直被他的情绪带过去的很多原因就是他一直说“逼”这个字，我们没有说“逼”这个字，我们说的是“催”这个字。也就是说，你妈逼你穿秋裤，你妈逼你吃屎，哪怕你可以不吃啊，你可以不穿呀，你也不用叠起来呀，对不对？你可以把它挂起来呀。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连自己的个人意志都丧失的话，你连你妈都斗不过的话，你怎么跟这个世界，这个残酷的世界斗争下去？算了，就在家吃屎吧。如果你是我妈，一种极致的爱，极致的爱，不想要是吧？都不想要极致的爱。好，那么换种方法来说，不要爱我，不要爱我，爱我妹妹，爱我哥哥，去爱我姐姐去，千万不要爱我。为什么要爱我呢？你爱我给我负担，是不是？接下来你们要这样才开心吗？各位观众朋友们，哦，我不要爸爸妈妈的爱，给我自由，那是因为你们是90后，我今年30岁了，我天天回去跟我爸爸都说我不好，明明我一个月赚挺多钱的，哎呦爸爸这个月我穷啊，我赚不到钱，为什么？我希望他多爱我一点，多关心我。哎呦囡囡啊，缺钱啊，爸爸给你一点好吧？哎呦不要，催。不是极致的爱，如果 OK， 那我们不爱该怎么办呢？我说我宁愿要极致的爱，逼我吧，我也不想我的爸爸妈妈不爱我。妈妈再爱我一次，谢谢大家，艾丽。首先等一下，哎，艾丽站起来了，我们票又可以回来。再讲一下，艾丽再讲一下。大家可以投就是我的反对票，但我必须得说一下，其实有些时候被催婚真是一种幸福。你看艾丽一边讲票一边少，哎，没有。这里我真想说一个简单严肃的事儿啊，就是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幸福了。我的父亲在3年前车祸去世，我现在特别希望有一个人的话，能告诉我应该早点结婚。我希望的话，有那份关爱在那儿，能让我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被催婚。我今年也就25岁，我还有个妹妹，长兄为父。那将来的话，他结婚所有事都由我来办，家里面所有支出都由我来出。如果我付出了那么多，最后我妹转过来跟我说：“哥，你好变态啊！”我不知道我心里会怎么去想。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如果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让我们任性一下，我今天想吃糖，妈妈说啊任性和我让你任性一下，我今天想干这个，妈妈任性。那我们现在作为儿女，为什么不能让父母任性一下呢？他催婚就属于他的一个任性呀，他又没有把枪指到你的头上说你一定要去结，让他去说，让他舒服一点，你结不结还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各位，催婚它其实是一种幸福。非常感谢，谢谢。马东老师，我有几句话特别想讲。哎呀，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来吧，你说。就是这是我唯一全场我听的最听到心里去的话是艾丽这段话。这次反方吃亏的是用词太重，变态。如果说只是说是爱还是负担还是什么累赘，那其实好辩。但是一用到变态这个级别，特别是微微，你知道吗？我们还不一定输，所以你不用发表得奖感言。不是，我还是要讲完，就是微微，就是你刚才，如果你的父母或者你的亲戚朋友，你所谓的三姑什么三大姑七大姨的，如果是你的亲戚真的看到这个节目，会很难过。这个不能，这个他们稍等。我现在是脱离辩题之外的在讲话。我就想跟你基于心与心的交流。艾丽的父亲3年前过世了，我的父亲在半年前得了癌症，晚期，这是真事儿。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在节目上讲。好，我想讲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好，不是一个感人的故事本身，是这个世界上在最极端的爱和最不爱的父母之爱之间，有一种爱叫做最自由的爱，是让你自由的父母之爱。我父亲从来没有逼过我马薇薇干任何一件事，为什么？因为他相信我，从18岁成年那一天起，
我顶天立地，不是一个奇男子，因为最近没变性，但至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爸不怕我孤独终老，因为他们相信我，不仅能给自己带来快乐，还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薇薇他们相信我。薇薇，其实你讲这段话也很感人，我不是故意打断你。不，刘岩老师，你想说的是，你的亲人看到这 No 段 no 会 no， 很伤心。这一段我已经过了，我被你说服了，我过了。因为人选择自己的爱情生活态度是完全自由的，自由凌驾于任何态度之上。我反而觉得你很高级，你跟我们的境界不一样。这一段已经翻篇了。我们比如说催婚这件事，我并不是说你应该懂得他们的爱我就去结婚，不是这样。我突然觉得很可怕的是，我们在辩这个题的时候，大家觉得结婚难道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吗？结婚的本质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因为所有人得不到或者不美好，我们才会认为它是一个深渊，是一个黑洞。刘岩，正是因为婚姻如此美好，才不应该被催，尤其不应该被催着去做什么。婚姻是否是美好的事情，取决于跟你结婚的那个人是否是一个美好的人。如果我现在还没有遇上这个美好的人，那我有没有为了时间紧迫的关系，因为催一定是因为觉得时间紧迫嘛，或者叫催有毛用啊？对，这个时候我有没有必要还没有遇到这个美好的人的时候，就急着进入婚姻，仅仅因为我设想它美好？仅仅因为我设想它美好。Robin Williams 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孤独终老，而是跟那个使自己感到孤独的人终老。我们这边看来措辞很大胆，很丧心病狂，可是我们传达的恰恰是一种最温馨的观念。是什么？对待婚姻要谨慎。你面对社会再多催促的压力，你回到家觉得再害怕，你觉得再紧张，你觉得我年纪大了再没人要，都不要紧。为什么？因为再可怕再孤独都没有被人催着进入一段你还没有准备好的婚姻更可怕。哎，我们给你鼓掌，你自己就不用鼓了。你这个对我心里响起了如雷的掌声。习惯性的啊，爱自己嘛，没办法。刚才你变主意了吗？我不会变主意啊，我不知道薇薇多大，就是可能20多岁的女生根本没有，不是我只是说20多岁的女生在那个年龄段不会有人催你，不会有人催你，你不会有这个辩题的烦恼。可是到我这个年龄开始，真正关心你的人会催你，我也会自省。因为在前10年，我入行已经9年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结婚。我觉得事业是最重要、最靠谱的，男人是不靠谱的。我有很多极端的思想，等到我事业慢慢有了起色的现阶段，我感谢所有催婚的人。我甚至都说，铺开广撒网，你们帮我去找。其实今天是一个被动和主动的一个态度问题，没有太多的可以去辩解。所以你说活到那个岁数了，你就知道催婚是爱了啊？所以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大概是。所有喜欢柳岩的男生，请按红灯。好，你们2位团长有什么？柳岩刚才刚好讲了一件事情，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柳岩是主动请大家催她结婚的，这个就是主动与被动的差别。你知道我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最感激的事情是，他们从来没有催过我结婚。他们在世的时候，如果催过我结婚，你今天看不到一个自由自在的蔡康永坐在这里。我如果遭遇到催婚了，那不是他们爱不爱我的问题，是他们是我的父母亲，我怎么能够抗拒这么庞大的压力？我自从录制《奇葩说》以来，我最反感的一件事情，就是用孝顺来绑架我们的辩题。你从来没有听过一次我用孝不孝顺的立场来证明我的论点，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容易被这件事情绑架，就无法再进行任何多元观点的讨论。这个事情是从今天开始，双方辩友都应该要修正的，不要再轻易的动用这个题目。回过头来讲，我为什么今天敢选这一边，是因为
像马薇薇所说的，就是爱太巨大的时候，它干扰了我们自己人生的节奏。婚姻真的是美好的吗？对柳岩来讲也许是，对我来讲可能不是。我们爸爸妈妈对小孩来讲最珍贵的是什么？是给他一个理想的环境，让他变成他自己，而不是变成我们要他变成的人。所以90后的人起码要拥有这点自由，他在心里面可以想说，我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我再也不要受到7大姨8大爷跟我问我说你为什么还不结婚，因为我们也不会倒过来干扰他们说那你们为什么还不离婚，就大家各过各的，容忍别人自己的选择是我们目前这个社会最需要的一个态度。所以今天我方的立场如果被认同，我们只想提醒大家，就是你可以管很多事，你可以管他要不要穿秋裤，我觉得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秋裤穿上脱下就好了。一旦结婚要离婚，对那个人是多大的干扰跟伤害。所以我们只求这一点点，保留自我的空间，让儿女们自己做抉择，不要再让爸爸妈妈赋予他们无上的权利，说因为你们生了我们，所以你们可以对我们做任何要求，我们都要跪在地上听你们的。这是我最希望大家得到的态度。因为我完全没有经历过父母逼婚，我也没有姐姐哥哥，我只有一个妹妹，跟我只差1岁，我也没有逼过她，她也没有逼过我，所以我对这个题目的所有的理解，是你爱的人催你结婚，我才坚定地选择了这是爱，因为我觉得你的爱人，你们一起谈恋爱谈了这么久，不管谈了这么久还是一见钟情。至少大家都表达了说我爱你，你爱我。那他现在开始催你结婚，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要说他是变态，那这个简直天理不容。这世上就咱俩人，咱俩遇见了，对吗？那最后我们2个说了这么多，咱且不说做了什么，那最后人家催你结婚，我觉得人家的表态是说，我在这人世间其实还有很多选择，人世间还有很多事情要干，我都放弃掉，我愿意催你结婚。我觉得这不是爱，这是什么？所以我当时坚定不移地选择催婚是爱。我没有想到大家都在变，催婚是父母在催婚。我想的是你爱的人催你结婚，这绝不是变态，这就是我的态度。谢谢各位。我们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但是辩论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请观众们去看一看哪一方的表现更好，所以大家可以用红蓝键来做自己最后的选择。我想问一下，金爷、甜甜和小叉爱啊，我是真为什么你们是商量好的用父母逼婚这个前提吗？没有，我们没有商量过。因为其实给我第一个反应的话，说句实话，我就是说，编导在问我选什么的时候，我特别想选变态。特别想坐在对面，可是我实在下不了这个手，我拿着手机好长时间都打不出那2个字来，所以这件事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我说为什么要辩论？今天就真听真学真感受，这是我最真实的感受。我无法对我爱的人，无论是心里还是嘴巴上，我都说不出这个字。我宁愿选择被他们变态着爱着我，我也选择好过他们不爱我。但你的前提还是家人。对，因为是你的爱人，旁边的人我不 care 啊。你说爱人，对，太好了，娶我吧，我纠结了，我巴不得你。那当然，你就是因为这句话到现在也没人求过你，你知道吗？好吧，我们来就凝固到这。很多女生都在幻想说，她可以跟男生之间有纯友谊。我们就是这么纯，这都不纯，必须一定要让大家所有人警告，小心一些，对吧？要不然绿了。像我们这种女神，因为我们的人还少了吗？我们千万不能被甜甜和就说人渣，你们4个人渣，你们不能不去死。他们100%会这么干的，他们100%这么干。你们肮脏，你们龌龊，他们2个比高晓松还可怕。对。好，我们在座的100位观众，红蓝键选择正方选择是，反方选择不是谎言，请按键。3、2、1， 45比55，来，我们把它凝固住。2位团长会怎么去选呢？
高晓松刚才有在观察两军阵势，他观察两军阵势之后，他决定不从他的本心出发，他打算从胜败的可能性出发。我打算还是由康永哥先选。你们俩怎么这么多谋略？我今天呢就抱着求败的心情好了，我就专门选我觉得不可能胜的那一边吧。比如说3位男士这边。我鼓掌好弱。好吧，我就不管立场了。你太现实了。我，你们选是谎言是吧？对。那我选不是谎言，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定能跟他俩成为闺蜜呀。我能跟他俩怎样嘞？我跟你讲，你跟他们俩，我说反了，对不起，他俩能跟我怎样嘞？是吧？跟我，你们对我有欲望吗？哎呀，告白了！你这是赤裸裸的挑逗啊！不是，我这么挑逗，人家都不歇的眼神，说明我们可以成为闺蜜，对吗？所以我选他们那方。没有欲望吗？你们对高晓松没有肉体吗？没有。那么在心灵的交流上呢？在精神上啊，也没有。在精神上就是闺蜜了吗？在精神上不就是闺蜜了吗？谈得来才叫闺蜜。对呀。柳岩同学，你觉得呢？比如说你跟康永哥，你用我做例子特别不准确。就比方说你跟高晓松，我知道。如果说我跟高晓松老师是异性闺蜜，我觉得不太可能。但如果说是非常好的朋友、知己，就是没有到闺蜜那么热络的程度，哎，咱们不带拆解这闺蜜到什么程度叫闺蜜，就是闺蜜一定是比较亲密的程度。一男一女有没有可能只是哥们儿，而不发生任何情感关系？那可以，没问题。好，那就是他是支持这边，支持这边的，没错。现在谁是正方？你们是正方，谁先说？男人是有目的性的，所以他要做女生的闺蜜来达到他的目的。谁会冲过去说柳岩小姐，我要跟你在一起，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柳岩就会说你这个神经病。蔡康永老师在他的微博当中曾经写过这样的一篇文章说，我们不要急于的先做孔雀开屏，告诉大家说你有多么好，多么美，给自己3分钟缓冲期，考虑一下对方要什么。好好去想一下，男生跟你说要做朋友，他没说一辈子跟你做朋友嘛。承诺有的时候就像放屁，说的时候是惊天动地，说完之后是苍白无力，是不是这个道理嘛？谢谢大家。没有任何变化，谢谢你。真是苍白无力啊！好，你们俩谁先说？我先说，来吧。我的妈呀！我真不忍心看我们这边人被他凌迟了。死也要像男人一样，觉得死要像男人一样死，像男人一样死。注意，被践踏也是一种尊严。对。首先第一点，你们看到对面坐的是3个男的，我们这边坐的是2个女的，就说明什么问题？就说你们对我们是不纯洁的。我们对你们3个非常的纯洁，这个是对不对？就我们现在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哦，还没有进入到这个程度哦。我都对你都是非常纯洁的，我对你也很纯洁。那你为什么要坐这边？你不是相信男人跟女人之间是没有纯洁？是闺蜜，闺蜜。这道题不是纯洁友谊，朋友之间可以纯洁，闺蜜。Whatever。我同意，他们不应该在这个小地方打。对，你这个闺蜜跟朋友，对我们来说，不先成为朋友，如何才能成为闺蜜呢？对不对？好，一般来说，男人跟女人交朋友的时候，就觉得说，哦，这个女人还不够格做我的女朋友，但是睡一下还是可以的嘛。一般男人都是这样想的。而我们为什么选择跟你们做朋友呢？因为我不想跟你们睡，不想跟你们睡，不想跟你们睡。范甜甜，你所说的那种情况，既不是朋友，也不是闺蜜，对，只是友而已。不，怕的是暧昧。请主持人保持公正。 OK， 好。我怕的是他们要跟我提暧昧，
觉得好像很多女孩找个闺蜜是为了找备胎，没饥渴到这程度啊？为什么呢？我们如果需要备胎、需要约的话，这个世界上软件很多，不需要从身边的闺蜜着手。你以为我们找你做闺蜜是为什么？真的是为了跟你share我所有男朋友的长短、尺寸、时间长短吗？这就是闺蜜干的事儿。所以对于我们闺蜜来说，是share所有的 information 叫闺蜜，也就是说，我找你这个男性朋友做我的闺蜜是为了什么？我想要知道你们男人心里在想什么，这样我才能对付我的男朋友，对不对？哦，你说有的时候可能说我看不上你是因为你长得丑，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我们女人找男性闺蜜都找一些丑的啊？你也明白，这样第一，我的男朋友也不会误会，对不对？第二，还要说明，听我说完好不好？这简直是肆意礼物，这个笑声。如果你够英俊、够帅、风流倜傥，什么都好，特别有魅力的话，我找你做闺蜜干嘛？我求求你跟我好得了。你们三个是不是有一种被判了10年徒刑的感觉？没有，我觉得他刚才说的特别好，就是基本上都谢谢。你们勇敢一点啊，熬一来吧集就熬过去了。没问题。这个就很快就过去了。来吧，谁敢站起来？金总，我来吧。哎呀，作为全场这个唯一一个这婚姻还算正常的人，我得来说一下，其实还算正常。谁呢？你影射谁呢 ？OK， 闺蜜这个东西啊，刚才甜甜姐说的那些，现在刚才正在践踏我的大脑，我需要缓一缓。但是我想对在场的观众们送给你们几个字：防火、防盗、防闺蜜。OK， 你们可以相信，有纯真的友谊啊，闺蜜这个不是谎言。但你们现在设想一下，大家脑海里打开脑洞有没有画面？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夕阳西下，我唱着歌下班回家。推开我们家房门，哎，听见卧室里面我太太在跟她闺蜜聊天。把门一打开，闺蜜是谁呢？如果是同性闺蜜啊，是柳岩小姐。啊，我心情很愉悦啊，因为我看到。哎，你乱愉悦什么？我因为我有自己的时间喽，我太太跟她的闺蜜聊天，我好开心啊！我可以回去打撸啊撸，我可以回去打 DOTA。但假设我还没推开那门呢，我听见屋里传什么敲木鱼的声音，哒哒哒，一开门是个异性闺蜜马东老师。我当时心里你已经发现了，我这就回家。你到人家闺房去，你带木鱼干什么？我怕我把持不住了。OK， 然后当时呢，但是作为一个绅士，我肯定要表示了。哦 ，OK， 你们有纯真的友谊，你们有真正的闺蜜，我不打扰你们。让我回到房间里，打开我的 DOTA， 打开我的撸啊撸，我点根烟，但我的手是抖的，我没有心情打游戏。我就算相信他们再纯洁，我也要竖着耳朵去听。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感，换成在座的任何一位，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当你们的另一半有这么一个，他告诉你 OK 不是谎言，很纯洁的异性闺蜜的时候，你心里会是什么感觉？你还能够那么轻松的吃着火锅，唱着歌，颠颠颠的回家吗？不可能，好吗？所以真的，亲爱的们，你们看我为什么今天穿这件衣服啊？如果你的女朋友有蓝颜知己，好吗？拦着拦着，你就绿了。如果你的 OK， 如果你们真的那么很傻很天真，相信异性闺蜜不是谎言，那么你们再设想一下最后一句话：潘金莲如果说西门庆是她的异性闺蜜，你信你就是武大郎好吗？我觉得我方辩友啊，真的是变得战战兢兢，好不容易靠着拦着拦着就绿了，得到了几票，要求大家手下留情。受伤。马薇薇，哎，大郎啊，叫人家大郎啊，金莲，你想怎么地啊？我跟你讲，咱们这事儿是这么唠的啊，日久生情，你先要能日，久了才能生爱情。我们讲的是一个很阳光的话题，
起，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是全节目组最充满正能量的人。我都不行。OK。如果一开始就没有产生性吸引的话，他们只能日久生友情。明白我的意思吗？我选你做闺蜜，就是因为我对你根本没意思，你知道吗？你对我来说就是关于一个我男朋友的另外一个版本的百度百科。我对你有意思，你单方面有意思，你能强奸呐？那也是谎言啊！春节呀，也是谎言。对啊，就你们3个这样，你让我们怎么改变呢？大家没关系，你要知道有一句话叫“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我们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非要我来当主持人是了吗？刚刚这个场面太奇怪，这3个男生一定要向对方承认他们自己是禽兽啊！不是。大家冷静一下，冷静一下。我们今天探讨的是什么？是相不相信男女之间有纯洁的友谊，亦或两者有奸情？我们认为闺蜜之间是不会有奸情的，是因为奸情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是两厢情愿，明白吗？西门庆和潘金莲必须两厢情愿，前提是西门庆他吸引潘金莲，发现了没有？我们2个长期做闺蜜，做了那么久，我都没有爱上你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爱不上嘛，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男人如果非要多心的话，坦白讲，你只能把你女朋友密室禁锢。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只要还有其他男性，对你来说都很危险，对不对？所以3位需要改变的是心态，不是你的女朋友的交友范围。OK， 好，该谁说了？该我了，该艾丽。异性闺蜜不仅是个谎言，而且它还是个美丽的谎言，尤其是对那些一开始在苦苦追求爱情的人来讲的话，确实是这样。我拿我自己举例吧，我在中学阶段的时候特别胖，有92公斤，184斤，然后呢，整个骂谁呢？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对不起，对不起。好来，我们不要做人身攻击的意思。没有，是，但就关键当时的话，我也没有什么才华，而且我身上有很多毛病啊问题，然后就追不上女生。我曾经给过一个女生写情书，结果这个女生呢，就当着我的面的话就扔掉了。所以这个时候男生会怎么办呢？我会试着呢成为她那个特别贴心的异性闺蜜，但说实话，我实在是太痛苦了。我相信今天有很多男生可能跟我一样的痛苦感。我也特别希望女生能关注一下周围的男生，说不定他真的是特别想和你在一起，但他又害怕，他确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所以说他在默默地陪伴着你。但如果你也能往前走一步，打开这个美丽的谎言，你们2个就会成一个幸福的未来。非常感谢，谢谢。我也没听进去到底是什么意思。哎，这个不过没关系。怎么了，潇潇？我跟你说，刚才范甜甜真的，你差点一句话就要把我赶过去了，你知道吗？作为一个加了 V 的中国男闺蜜，我对我的长相还是非常有自信的。首先，我告诉你们，你们直接就犯了一个概念性的错误，不要一直给自己冠男闺蜜这样的头衔。你们的角色定位是要由女生来决定的，你们到底是男性朋友还是男闺蜜？我的女生朋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会跟我说什么？她会告诉我，她说隔壁那个臭3八隆了胸，偏告诉我是吃木瓜胀的奶。我们2个在一起会做什么？在车里肆无忌惮的放屁，最后还得意洋洋的告诉我这是最新型的空气清新剂。所以我告诉你，女生选择闺蜜有她们的自己的标准和操守，不要一直给自己戴男闺蜜的帽子，你们配吗？包浆号，这种今天潇潇坐在对面说的所有的内容，我们都不能给予采纳。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她是闺蜜，根本不是异性闺蜜。所以说，我今天其实站出来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小宋老师说他不可能和对面的2位女性有什么奇怪的关系，但我跟你说，我们男性是一个进化的非常低等的动物。我们这叫进化呀！进化的非常低等。对，不如你们，不如你们。所以说很简单，
你说你会对一个女性没有感觉，但我告诉你是时机不对。只要灯光美、气氛佳，时机一到，总会水到渠成。最简单的说，虚竹是个小和尚，他连孟姑长成什么样都跟他发生了关系。和尚都不敢有闺蜜，今天我们男人怎么敢做别人的异性闺蜜啊？就这么简单。好，说得好。小包，包家浩，你记住你今天所说的话，我没有追问你的啊，你要告诉我在什么灯光条件下你会，小包，我先说一件事，我也想说，你们今天问这个到底是你们要做男闺蜜，还是你们要做电车之狼搞尾行啊？你们今天根本不是男闺蜜。你先坐一下，让花心冷静一点，我被人身攻击啦！去死！来，我先替我方总结一句话，然后你们就省得在这小小的问题上来回纠结。这一方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说你是个女的了，你就是一块五花肉，他们也会忍不住，就是这意思吧？是吧？就是你是块五花肉，他也会忍不住的。啊，对，花心。今天他们3个人有一个出发点，叫做什么？我一定是抱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靠近你，才跟你当闺蜜的。但是所有的人都不傻，尤其是女生。当一个男人不怀好意的靠近你的时候，女生是会有防备心理的。尤其是一个有伴侣的女性，她一定会把你推开的，除非这个女的就是潘金莲。可是潘金莲的谎言不是她的异性闺蜜，而是她爱你，她爱你才是异性闺蜜。告诉你，这种女人你都不用担心她异性闺蜜，快递小哥都有可能成为你的威胁。所以你们今天就不要再说男人是低等动物，靠近你都是有目的的。拜托，不是所有男人进化的都不完全。啊，别急，我记录一下犯罪现场的情况。不是，我已经被他们。这什么意思？这是？就是因为他们越辩论，然后我也会思考，然后我自己都有点弄乱了。但是我找我还……好，你梳理一下，一会儿再说。大脑中的一些沟回，因为大脑里边容不下这么多沟回，所以要放在。一会儿再说。颜如晶，你别以为没你的事儿，我跟你讲，为什么在这一边我要点你的名？你看看，你们全是8个人，7个禽兽，还有一个禽兽不如，就剩你了。您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感受？我们在谈什么？谈闺蜜，他问我们在谈什么？异性闺蜜。我今天是来做个打酱油的。那我不管。闺蜜好。对。哪一方？哪一方？哎，搞清楚。可以，我知道了。如晶，加油！简单，我们讲的东西很简单，就是不要相信男人讲的任何一句话。你到底哪边的？他是你的朋友。包括我不可以和你成为闺蜜这句话，也不要套逻辑，我们这样绕不出去。总之，我们任何事情，我们做的这么努力，都是一定有目的的，否则这么花这么多心思，所以只可以讲，你们以为我们是你们的闺蜜，其实我们是要把你变成。蜜啊，也不好听，就变成某一个目的就对了。所以你是相信这件事，你才坐在那边嘛，对不对？没有，就刚才他是这边坐不下了。是该排位的时候说坐不下，只有我一个乖乖的跑过来自己想要坐一坐。啊，辛苦你了，辛苦。你愿意把那个椅子一块搬到那边去坐吗？也可以，快点过来。我连搬都懒得搬就坐。好了，你刚才被侮辱了，我都被侮辱了，你被侮辱了。包江浩，我们2个今天还上的一个厕所，那是我走错了还是你走错了？我告诉你，对面今天所有的男生，你们刚才其实一直的观点就是什么？男人都是色胚，女人都是傻逼。我告诉你，别跟我扯爱你个色胚。你们不要一直给自己戴闺蜜的帽子，因为这个定义是要女人给你们下的。谢谢。对，如果说这个定义完全女人下，那我没有任何辩的定义了。你说谎言是谎言，不是就不是，一定要有必要解释一下这个辩题。我女生可以有异性朋友，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闺蜜，闺蜜是对闺中密友，这是我们要辩的，否则就没得辩了。我们也太大男子主义了，对吧？谢谢。知道了吧？他说的是我和金宇轩太太的那种关系。过去我们在同一个房间里面敲木鱼的关系。老师，哎，
我这3个人我不了解，但是我觉得你们今天这7个男生给我的感觉就是8个字：仁者见仁，赢者见赢。今天别的不说，包厢号，你站起来，我和你是一个辩论队的，我们一起打过这么多辩论赛。这个超猛，老师可能不知道，薇薇姐肯定知道。评过你们很多比赛，我们一起打比赛的时候，经常睡一间房、一张床，因为主办方资金不够。对，包厢号。哎，你们这个还需要别的选手吗？我们通常是很多男女选手，但是因为没有时尚最时尚的大牌赞助，我知道你们乱，你继续吧。在包厢号。你说我们一起睡了多少次？你从小到大哪一次亲密接触和所有女生的情史我都知道，我的情史你也知道，包括我素颜，连我男朋友我瞒了1年才敢让他看。你进队1个月我就让你看了，现在你跟我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男女的朋友，那你说说吧，这段时间你到底对你学姐怀的是什么样的心情？我来说一句吧，先让包厢好，先让包厢好。王梅，事实胜于雄辩。作为一个辩论的现场，我很欣赏你这种赤裸裸的人身攻击。王梅，我说一句啊，我不知道你们在一起是怎么样，但如果我要是你男朋友的话，我今天打死他，你相不相信？我管你是不是闺蜜，我先把你腿卸了。阿丽，你听我跟你说，我和我男朋友有一次吵架，吵得非常厉害，我大半夜凌晨2点钟在悉尼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我走。我当时想到谁？我打电话给包厢号，打电话给我们辩论队那些男生，我说你们能不能来机场接我？我买错了机票，包厢号开80公里的车，薇薇姐都知道，开了80公里来接我。这种感情，我男朋友特别的放心，他当时打电话到警察局去报案，可是后来一听在包厢号那，我男朋友当时就稳下心来，知道我这个人是安全的，非常的放心。就这样一种大爱呀！但是如果今天你要跟我说，你居然连这种感情你都跟我说，其实你是觉得根本没有这种感情，那我估计以后我男朋友再也不让我跟他一块坐飞机。好，你请坐啊，你请坐。这个节目现在包厢号一个机会，这个节目现在变得很可怕。我要不现在当场表白，我就没法自处了，你知道吗？其实你有一个办法，当场自宫，就要全解决了。这个现在其实说明一个东西，就学姐还挺不可靠的。我和王梅这种关系绝对不能叫闺蜜。即使我们可能相互之间被迫在一张床上苟且了那么20分钟，对吧？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辩论队的队友，我们出去打比赛，我们肩负的都是莫纳什辩论队这个称号。我们的付出很简单，我们是战友的关系。当在战场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彼此之间还有什么性别之分？你为了莫纳什大学辩论队的荣誉跟我讲，你从小到大要追哪个女生，看上了哪个女生，也是为了我们学校的荣誉吗？不得不残忍的告诉你，坐下吧。不得不残忍的告诉你，我还有很多其他事。我太了解你，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当禽兽的人。今天不要被迫坐到那6个禽兽当中去。没有，人身攻击，人身攻击。我救救你吧！这世界上有一种，你舅舅是他，我救救他，我救救他，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男人叫暖男。他如果是不只对你这么好，他对很多女生都这么好，这是他一种很绅士的方式，而且他就有这种修养。现在先听我一个提议，我提议先给我们全体选手买人身保险，因为我觉得这样辩论下去会出人命。真是节目结束之后，不知道谁会红，不知道谁会疯，不知道几个不知所踪，被人杀了呗，就是。来吧。其实不得不说，辩论是个不分男女的竞技，也不只是你啊，辩论队很多的人就横七竖八睡一张床，然后醒来换上西装就去比赛了。这说实话，这个时候我们相互之间哪还有分什么性别？但是如果你说这样一起战斗过这么多年，可是今天你不能跟我说我们居然都不是闺蜜。很简单。 OK， 正题。完全了解你说的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就是他说的你是这那种样的人。好了，艾丽，我们换个角度吧，这个狗血的剧情我们也听不下去了哈。我现在想啊，假设我有个女朋友，我要找另外一个女的，再给她去吐诉我的心灵的话，我感觉是对我女朋友有一点点的不公平。有什么话我不能对我最亲密的一个人去讲？如艾丽，你还别说，听完了那么狗血的剧情，我跟你说，你说的我全听不进去。那再回到狗血剧情，就这样吧。那个，两位，哎，请从狗血剧情当中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来。通常这个后发言的人赚便宜啊。我们哪天这么多，就我先发言，好吧？我自己呢，首先是个学理工科出身的，所有这些科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任何两个异性在一起，很容易被吸引，它违反了物竞天择，违反了适者生存，违反了强的才可以繁殖，违反了所有这些规律。一定是少数异性互相吸引，多数人互相是没有引力的，才会导致这个物种向前进，对吗？所以首先我就不承认任何两个异性的，不管是人还是生物，很容易就能在一起，能 bonding， 这是第一。但我自己又是一个编剧以及一个写小说的人，我们在一起讨论剧本或者讨论小说的时候，最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说，他为什么会喜欢这人啊？因为他不容易。我导演过5部电影，我写过这么多剧本，17个剧本，我还从来没有听一个人问我说他为什么不喜欢他呀？因为不喜欢太容易了，所以大家成为闺蜜、朋友等等各种其他的关系的几率要大得多得多。我说完了，谢谢。我曾经承蒙别人的误会，称我为最容易变成女明星的闺蜜的人啊。那当然跟我本身的属性有关系。可是我必须要说，这些女生跟我聊的比较多，是她们感觉到困惑跟脆弱的部分。很悲惨的呢，是我又很会回答这类的问题，所以她们越聊就会越投入，越聊就越没有防备心，越聊就越误会了，在她们面前这个听她们倾诉的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当时的确发生过几次，在女生感觉到很脆弱的时候，她觉得唯一可以依靠的肩膀是你，所以我觉得这有点危险啊。就是我当然很努力的不要让这样子的误会延续发生下去，可是你要我正大光明的站在你们的这一边说，因为你们女生选了对方当闺蜜，结果对方就不会干扰你们的生活，对方就不会对你们的情感造成威胁。你们现在是以非常坚强的状态在发言，一旦你们是在极脆弱的时候，我有点怀疑你们是不是不会误会了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我的确今天的题目我是认真的觉得异性闺蜜是有危险的啊。包括和你吗？包含我都有危险吗？对，对。包含你吗？不包含我，不包含你，不包含，你就不是异性啊。老梗了，好吧？因为康宇哥讲的意思是，这种影响不是说掠夺，就是我会掠夺你的情感，而是他可能会左右你对情感的判断，所以这种闺蜜是势必你要引起重视。因为一开始，但是总比同性闺蜜恨不得你跳到火坑里，我在旁边看才高兴。对，是吧那种女的最可怕。同性闺蜜说去呀，勇敢去爱呀，他有老婆怕什么呀？去呀。对。其实在旁边心里看的高兴死了。对呀。你的生存环境还是那么恶劣。啊，柳岩，你得把你这些乱七八糟的说一说。其实我这些乱七八糟的没关系啊，我来帮帮你。你也知道，这个节目呢是一个我一定要看，互相揭底为原则的这么一个节目啊。没事，我这样来讲，就连自游戏嘛。对，当然，我一样一样问啊，别着急啊，来问一下，总有一天会离是什么意思？不是会离开你，其实我是这么理解，总有一天会离开你是另外一个事儿。你先说总有一天会离吧。好，我就说总有一天会离吧。对，就是比如说马东老师，你是我的异性闺蜜，所以马东老师总有一天会离婚是吗？不是，因此你很危险，因为很多所谓的我的哥们儿，其实有可能是我腹黑一点，你是我的备胎而已。啊哈。这种异性闺蜜，女生如果是正面一点，你要好好善待她，永远不要做任何伤害她情感的事情，因为总有一天她会找到那个真正值得爱的人，离开你。所以这种异性闺蜜有的时候是倒计时像沙漏的，你要珍惜她，她会越走越远。等有一天你想追回了她的时候，
他永远没有这个机会给你。这就是说得好。我是不可能允许我有直男的异性闺蜜存在的，因为我以为异性闺蜜就是 gay 蜜，那我当然有很多。可是直男成为我的闺蜜，臭 gay 蜜，就是 gay 蜜嘛 ，gay 蜜。gay 蜜，我们就另开一集吧。我的意思就是说，还有一个重点女人是有雷达的，你身边那个闺蜜到底跟你有没有一腿，我扫一眼就知道。其实不存在还要变来变去什么的，我觉得这是基本的智商和情商的区别。扫一眼就知道。嘿。好，来，大家做最后的选择吧。在你们思考的时候，我给你们念一段广告，这样好让他们的赞助费准时到账。这里是由不走寻常路的国民大品牌美特斯邦威独家冠名播出的《奇葩说》，让我们看看最后的结果。4、3、2、1，谁胜？反方胜。日久生情，你先要能日，久了才能生爱情。为什么要选择跟你们做朋友呢？因为我不想跟你们睡。你对我来说就是百度百科，我求求你跟我好得了。谢谢大家，谢谢。你的秋裤闪闪发光。不走寻常路，美特斯邦威。好，我们要在正方的3位选手当中选择一个人淘汰。我看着你怎么一笔一画的写出这个刻骨铭心的名字。OK， 明白了。好，小松兄。我觉得尤其对辩的过程中，绝不可以出现5秒钟以上的让别人走神，这个时候是致命的。但是刚才我曾经走神了，就你宁肯只说2句话你就坐下，你哪怕是0，但是不能是负的。对，康永兄，我觉得我们的双方队友都有这个倾向，就是你们喜欢咬住一个东西不放。那个其实站在节目的立场或者站在辩论立场都不是一个聪明的策略。所以从现在开始呢，就是大家都在注意那件事情，不值得你注意，你得去注意大家没注意的那件事情，你才能够杀出另一条血路来。如果这一轮可以淘汰的话，我其实还想淘汰小包，因为就是真的王梅很厉害，他就用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就告诉你怎么样，你跟我发生这么多亲密的行为，但是你就一直没说话，我都快急死了。即便这样，各国法律都规定人不可以被枪毙2次。所以你在前排是这样，在缓刑犯当中选一个吧。因为这一轮前排3位男生啊，其实都没表现好，所以我只能凭印象。好，来3位，请亮题板。